中国一季度经济运行情况发布后，国际舆论纷纷用复苏、反弹、繁荣来形容中国经济。花旗集团、法国兴业银行在最新数据发布后，分别上调中国全年增长预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计，中国经济今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将超过1/3。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束觉婷20号证实，上周美商务部官员到访北京。上周，中国商务部有关负责人在京与美国商务部官员会面，双方就中美经贸关系加强两国商务部沟通和合作，交换了意见。当前，世界经济正面临通胀高企、需求转弱、地缘冲突等多重挑战。同时，欧美银行业动荡，欧佩克加减产也增加了世界经济不确定性。近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新一期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指出，美国银行业动荡等因素加剧全球金融稳定风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4月20号表示，当前国际金融风险突出，同美国等发达国家货币政策激进调整密切相关。中方敦促美国等发达国家审慎评估自身经济金融政策的外溢影响，及时稳定市场预期，避免对全球金融稳定造成恶性冲击。国际各方普遍认为，美国经济金融政策已成为全球金融稳定的最大挑战。美联储去年以来激进加息，大幅推高了全球融资成本，加剧国际资本无序流动。这不仅导致美欧一些银行破产或被收购，也加重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困难，不利于世界经济稳定复苏和全球共同发展。而美国经济陷入通胀的风险显现。近期，多家美国金融机构及经济学家发布预测称，美国经济将陷入衰退。今年3月，高盛将美国经济衰退概率提高至35%，认为该国银行危机致使不确定性增加。美国彭博社称，美国硅谷银行危机爆发之后，全球投资者对潜在的金融压力变得极其敏感。美联储19号公布了区域性银行业危机爆发后的首份褐皮书，显示，从2月底到4月上旬的几周中，美国整体经济活动活跃度陷入停滞，招聘和通胀放缓，信贷获得渠道变窄。在此背景之下，美国财经部门负责人与中国进行沟通合作的意愿强烈。值得警惕的是，近段时间以来，美方官员一边频频口头呼吁加强中美经济交流，一边又向媒体放出风声，扬言进一步限制对中国投资。美国政治新闻网18号报道称，白宫将在本月晚些时候出台史无前例的对华投资限制规则，以遏制中国技术和军事崛起。拜登政府最近已经开始向有关行业团体介绍该行政令的大致内容。针对中美经贸关系，中国外交部曾明确表示，中美贸易投资合作是互利共赢的，脱钩断链损人害己，不得人心，也不可行。很显然，目前的拜登政府也认识到，其实从美方自己利益出发呢，美国也不能承受中美经贸关系彻底脱钩的严重后果。毕竟呢，中国经济对于美国经济复苏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呢，拜登政府很显然呢，坚持将竞争作为对华政策的总基调，尤其是将技术竞争作为对华竞争的主要手段，在对华技术管制、技术打压、技术遏制方面呈现层层升级、层层加码的态势。今年以来，跨国企业高管密集访华，不少企业宣布加码投资中国。实际上，商务部4月2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法国和德国企业对华投资积极，成为今年第一季度对华投资增长较为靠前的2个国家。美国《纽约时报》就注意到，在华盛顿寻求斩断与北京的经济联系之际，德国经济的2大强大引擎大众汽车和化工公司巴斯夫正在扩大对华巨额投资。报道指出，在整个德国，高管们明白，这种投资与美国在经济上孤立中国的努力背道而驰。他们给出的理由是，来自中国的营收对于其企业在欧洲的蓬勃发展至关重要。而欧盟领导人也反对对华脱钩。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8号在欧洲议会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谈到了自己4月5号至7号的中国之行。冯德莱恩强调，欧洲需要一个连贯的、独特的对华战略，并重申降低对华依赖并非脱钩。他指出，对欧洲来说，脱钩不可行、不可取、不实际。近日，欧盟各国对华立场不一致的问题，随着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法国总统马克龙与德国外长贝尔伯克相继访华，成为多方关注的焦点。
马克龙提出，欧洲应该战略自主，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引发热议。彭博社的报道提到，拜登政府的目标是减少美国在关键商品和材料上对中国的依赖，并推动其盟友也这样做。此举不仅激怒了中国，也激怒了其盟友。这些国家认为华盛顿的做法太过分。说到底呢，欧洲与美国它的经济利益定位呢还是不同的，它的对华政策目标呢也必然是有差异的，而这种差异呢本身呢也体现在欧盟的外交自主性上。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呢，尽管呢欧盟的对华政策乃至呢像法国这样的欧洲国家对华政策呢还处于一个摇摆期，但是呢从未来的发展趋势来看，重新回归到正常稳定发展的局面还是非常有可能的。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您好。美国财长耶伦定于东部时间周四上午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发表政策演说，全面阐述对华经济政策。那么管先生，您对此有何前瞻呢？好的，主持人，很显然呢，对今天这场预定的政策演说白宫方面以及美西方媒体呢都是相当重视的。美国财政部已经在周二发布了官方声明。彭博社昨天的报道标题呢则称，耶伦将会发表有关美中经济关系的重要演说，是所谓 Major Speech on U.S.-China Economic Ties。福布斯财经网站呢特别在标题中突出这样一个背景：在双边关系紧张之际，美国财长耶伦将就美中经济关系发声。英国路透社昨天发自华盛顿的电稿呢也在强调说，耶伦将在周四的演说中阐述美方对华经济政策的要点。我认为呢，还需要补充这几个关键的信息点。首先，为什么演说选在霍普金斯大学呢？更具体的说，为什么是霍普金斯大学的国际高级研究院，也就是 SAIS 呢？那么这里是美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学术重镇之一。现任的院长斯坦伯格曾经出任克林顿时代的副国安助理，也曾经在奥巴马时代当过副国务卿。所谓美中关系双向再保证的说法，就是他率先提出的一个政策倡议。当然了，美国政府素来有在学术机构发表政策演说的传统。那么去年国务卿布林肯系统阐述对华政策，也是在华盛顿另一家知名学府乔治华盛顿大学发表政策演说时做出的。那么其次，全面阐述经济政策为什么是耶伦呢？我之前在节目中曾经调侃，商务部长雷蒙多现在呢俨然白宫内阁对华经济政策的一姐，媒体能见度最高，政策影响力、执行力据称呢也是最大的。我理解由耶伦来出面谈，也可能是要淡化所谓的对抗色彩。那么从过往的发声记录来看，耶伦的涉华表态相对温和。上周参加 IMF 与世界银行的春季联会时，耶伦就再度表态，期待能够在适当的时点访华。那么耶伦1月间在慕尼黑与时任副总理刘鹤会谈，这呢也是近期中美高官之间为数极少，而且是气氛相当融洽的这种当面沟通之一。同时呢，也要强调，即使耶伦他被贴上所谓的温和派的标签，但是呢，他的政策演说实际上也是布林肯涉华政策演说的延续，只不过呢是聚焦经济领域而已。所以耶伦他口中的对华经济政策，一定是在美国的对华政策框架之下，是服务于美国自身国家利益的。